探索世界奥秘，奇闻异事，揭秘大自然规律。世界最可怕的10种杂交生物，人兽杂交竟然真实存在。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生殖隔离，而且在野外环境中，动物们各自有自己的领地和生活方式，一般也不会进行跨种族的交配。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人为干涉下，曾经出现过很多杂交动物，骡子只是其中被广泛应用的一种。创造出这些动物一开始的目的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这些动物曾经存在过的痕迹被留了下来。今天就跟着世界旅行号，一起看看10种令人震惊的杂交动物。第1名绝对超出你的认知。第10名植物蜘蛛。或许你会好奇，植物能和动物进行杂交吗？那么蕨类植物蜘蛛会告诉你能，因为它就是意大利的一种狼蛛和一种蕨类植物的结合体。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尤其是昆虫，都有伪装自己的能力，通过融入当前的环境来提高自己的存活能力。科学家们突发奇想，想探究蜘蛛在伪装条件下的存活情况，于是他们把蕨类植物的基因融入了样本蜘蛛的基因，培育出了能够在自然环境下伪装自己的狼蛛品种。不过目前，该项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开对外发表。如果想了解更多，或许你可以去新西兰麻省大学访问一下。第9名换血狗。我们知道，每年都有好多人因大出血而失去生命，这启发了美国的科学家着手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以狗作为样本，首先他们设法让狗处于一种濒临死亡的生理状态，几小时后重新对这些狗输入人工血液，并给予一定的电击刺激。神奇的是，这些狗复活了，并且能够对听觉刺激做出反应。它们可以摆动它们的耳朵和舔自己的嘴巴。后面出具的实验报告也表明，这一技术可能应用到紧急嗜血的抢救中。不过，通过人工血液得以存活的狗，也有部分发生了不可逆的脑损伤。第8名变态鲑鱼。如果你有一天去钓鱼，突然上钩了一条比以往大2到3倍的鱼，是不是觉得自己今天运气爆棚，甚至想买一张彩票？开心之余，建议你先看看清楚，如果钓到的是鲑鱼，那还是算了吧，因为这或许不是你的运气好，而是鲑鱼如今的确就能长到这么大了。有些养殖公司辩解称，这是因为它们的水质好养出的鲑鱼大，但事实上，这是因为现在大量的鲑鱼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的鲑鱼被植入了大洋鳕鱼和大林大马哈鱼的基因，这让它们无论在生长速度、个体大小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同时，在经专家验证其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后，这种商业化生产也就慢慢成熟且常态化了。第7名飞行蜥蜴。如果你认为我们介绍的这些杂交动物都是以实用性为基础而得到的，那你就错了，因为这只会飞的蜥蜴就是一个例外。早在津巴布韦，一名基因工程师认为，非洲的这种小只且罕见的蜥蜴是翼龙后代。他认为翼龙飞行的基因应该就在这种蜥蜴体内保留了下来，因此他着手展开实验，企图解开这条藏于蜥蜴体内休眠的飞行链。经过不懈努力，他最后成功了，并且创造了6只会飞行的蜥蜴。为了避免再次杂交繁殖的风险，这6只会飞的蜥蜴已经被单独隔开饲养。第6名无毛鸡。如果罗颈鸡因为脖子周围没有羽毛而得此名声，那么我想无毛鸡的名声应该更大。此前由德国光头鸡和中国鸡杂交培育出的无毛鸡已经开始人工养育且拥有市场了。曾有谣言说这是肯德基培育的变异鸡，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平心而论，这种无毛鸡倒是在一些地方体现了它的优势，比如在中东和非洲，由于天气炎热，养殖普通的鸡需要控制温度，这控制温度就得花费大量的能源，成本很高。相比之下，无毛鸡在30几度的高温下也能健康生长，而且加工时不用拔毛。除此之外，无毛鸡的营养价值不亚于任何正常鸡种。
其产蛋能力也高于油毛鸡。第5名，狐猴猫。为了持续补充高端宠物市场的空缺，近些年来，许多医疗和科研公司把研究方向转为了杂交动物的培育。到目前为止，最成功、收益最大的一个品种就是狐猴猫，那是狐猴和猫的杂交种。就外形来看，它们保留了猫柔软的皮毛和颜色，但是也同时保留了虎猴身上常见的条纹尾巴和黄色眼睛。而对比它们的性格，大体上会比猫凶猛一些。可能这就是高端宠物市场消费者的独特审美吧，不知道你怎么看的？第4名，荧光蠕虫。如果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看，这种蠕虫的诞生，无疑是生物技术应用的一次突破。在那个年代，美国的棉花作物因为害虫泛滥而大量减产。为了挽救棉花种植业，政府没有选择长期使用有害的杀虫剂，而是交由科学家培育了一种不育的蠕虫。由于没有繁殖能力，加上更强的生存竞争力，大量投放这种蠕虫，让原来的害虫大幅减少，挽救了农作物。同时，科学家们还用荧光指示剂进行了标记，这也方便了后续的定位追踪和实地调研。不过，直接对不符合人类利益的生物用基因改造的方式来绝育，长期来看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第3名，狮子狗。就目前的技术来说，跨物种的 DNA 移植、受精都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不过雷克斯的成功诞生，大大鼓舞了科学家们的信心。经过大量的实验，由狮子和狗杂交培育而成的狮狗，仅3只存活了下来，而雷克斯便是其中的一只。你可以看出来，它是狗的体型，却又拥有狮子浑厚的鬓毛。对这种动物的诞生，或许应该把关注放在背后的技术发展上，因为如果未来技术更加成熟，或许在某一方面也能造福于人类吧。第2名，透明青蛙。你们的生物课也会进到解剖室里吗？在很多学校，老师都会用一只被解剖的青蛙来给学生讲述青蛙各个器官的分布以及如何运作。到后来，一些富有同情心的科学家想到了新点子，这点子可就回了不少青蛙。基于在南美洲雨林里对透明玻璃蛙的研究，科学家们从它们身上提取了一些基因，结合实验室常用的青蛙，融合培育出了一种半透明青蛙。这也意味着学校再次上解剖课时，孩子们不用再愧疚地切开青蛙的皮肤，而可以直接透过皮肤观察它们的器官、卵和血管了。第1名，人耳鼠。人耳鼠这个名字是不是听着感觉怪怪的？跟名字一样，这是一种背上长着人耳的老鼠。上个世纪，随着动物组织工程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正尝试在体外培育人体组织。人耳是由软骨构成的，要知道从人体组织中取出软骨却是极其困难的，所以很多人的耳朵出了意外，他们的余生都得带着一只畸形的耳朵，或者没有耳朵。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鲍勃·朗格尔和哈佛外科医生约瑟，还有查尔斯·瓦坎蒂等人，一直在实验室研究如何解决这个医学难题。他们的实验对象是裸鼠，那是一种由于突变而缺少毛发和免疫系统的特殊老鼠，也是由于裸鼠这种特殊性，植入在老鼠背部的人工合成，而软骨才能够存活，并随着小老鼠一同生长。这项研究的成功经验于1997年发表，并拍成了组织工程纪录片，在 BBC 播出。然而，鼠的出现一下引发人们的广泛讨论，你怎么看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不知道以上10种杂交动物中，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想去更多的深入探究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赞订阅。您的点赞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我们下期再见。